父亲在临死前给了我一张金卡，说里面有500万定期存款。可当我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卡里1毛没有，还倒欠银行30万贷款。想要销卡，必须要先偿还30万。 我靠！我又没欠你们银行钱，凭什么要我还？你是他的合法继承人，除了他的遗产，你还要继承这笔债务。他的卡在自己身上，还能被异地贷款，这分明是你们监督不力。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别跟我扯什么别的。他自己保管不当，还能怨谁？听到柜员的话，我直接被气笑了，干脆收回了所有的证件资料。这个人我不认识，你有本事就证明他是我爹。你怎么能不讲理呢？讲理？讲什么理？我只是捡到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来银行试试能不能取钱。没想到你们的脸皮居然这么厚，硬塞给我一笔欠款。于海明被我的话对得脸色铁青，眼看我起身就走，他瞬间就急了。保安，快拦住他！你们想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张康礼是你父亲吧？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在你手上，那这笔债务就应该是你来偿还。我劝你不要耍无赖，这对你没好处。你有证据吗？张康礼跟我什么关系？你能证明吗？证明就在你包里，怎么就不行了？你又没我的户口本，怎么笃定我跟他是父子？那他被骗几百万，你们同样没看见他本人，怎么就能断定那是他亲笔签名、亲自授权？你说债务由我偿还，我凭什么？就凭你是他儿子，口说无凭，你得证明他是我爹。于海明被我气得够呛，四周办业务的客户也都看着他。行，你等着，我治不了你，警察还证明不了你的身份。不久后，警察就走了进来，在问明缘故后，我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警察同志，虽然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但他于海明也无权要求你们泄露我的隐私吧？而这张身份证也只能证明我是张海涛，对吧？是的，我们只能确认你是张海涛，除此以外不会泄露你的任何个人隐私。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对了，警察同志，我怀疑他们是诈骗人员，伙同境外骗子开设假银行，泄露储户个人资料，骗取钱财。没有的事，你别胡说。你怎么证明？如果不是，储户怎么会欠债30万？他们的个人资料除了你们银行，还有谁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还说你不是张康礼的儿子？这不是刚才在柜台你告诉我的？你这是在强词夺理。就算你否认，到时候我们银行也能封存他的账号，你照样拿不到他的遗产。你可算是承认了，银行恶意封存储户账号，想要据为己有，我看你就是诈骗犯。不管你怎么狡辩，系统是不会错的。当时就是你代替张康礼办理的这张银行卡。同志，我严重怀疑这家银行的资质是假的，这个员工的身份也是假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当时是你爸年纪大了，所以我们才会允许他是特办，允许你代替他办卡的。你别跟我说这些。总而言之，你就是假的，除非你能证明你的身份。这还不能证明吗？当然不能证明了，诈骗犯还有冒充警察的，我怎么晓得你是不是骗子？我不是骗子。这的确能够证明你是于海明本人，但是其他的证明不了。于海明也没有想到警察会向着我，当场愣在了原地。人家说得很清楚，你只能证明你是你自己，证明不了你和这家银行的关系，除非你拿出合同来，而且银行主体营业执照也要提供，否则我一概不认。听见我这样说，于海明气得脸都绿了，而早就在一旁看戏的大堂经理也走了过来。你好，我是这家银行的大堂经理，这是我的名片，还有工作证件。工作证件有什么用？外面一买一大把，证件照随便拍拍就可以了，证明不了你们的身份。别废话了，拿出于海明的银行就职合同来，包括这家银行的经营执照，否则我是不会认的，更别说要在这办业务了。你这是在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鬼知道你们这家银行是不是冒充的？万一把我的钱带出去怎么办？我朋友就是在你们银行被骗了200万，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银行的合法性。这简直荒谬！你要我父债子偿，那也得先证明他是我爹，随后再证明你的真实性。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连环诈骗？警察同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小伙子说的没错，要办业务不能只有你们银行的一言堂，你让我们提供各种证件，你们也得提供证据说明你们是专业的。没错，我上次在这存钱，他忽悠我买了保险，这不是诈骗是什么？一时间，四周的客户全部都涌了上来，纷纷诉说起了他们的被骗经历。看见了吧，不是我一个人上当受骗，老人家是弱势群体，你们银行监督不力，所以我严重怀疑你们的专业性，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在这里开设银行？眼看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海明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而一旁大堂经理也有些手足无措。你这样闹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你就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就完了。经理，他父亲欠了我们30万，他就是不想还钱。我不是不想还钱，只是那个人是不是我父亲得有你们的证明，不是你说是就是，我要看证据，别随便找个人就给我头上扣30万外债。而这名员工极为不专业，居然能说出代办这种话来，因此我保留怀疑态度，所以请你们尽快拿出证明。听见我这样说，大堂经理猛地瞪了一眼于海明。你们好好商量着来，有什么问题尽快解决。我要看合同，让他们证明他们内部体系完善，专业技能没问题。大堂经理一再解释，而我就是不松口，并且我站着这个窗口，只要这件事不解决，后面的人就没有办法继续办理业务。张先生，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说了，我要验证你们的身份，从始至终我就只有一个要求，我们双方是对等的，你要
要验证我，我也要看你的证件。现在骗子那么多，银行也有假的，我信不过你。于海明，你干的好事。经理，是他胡搅蛮缠，欠债不还啊！是你们监管不力，怎么其他银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只有你们银行会出错。我作为客户，有权质疑你们的真实性和专业性，而你们只需要举证自证清白。为什么这么久都不给我回复？难道你们银行真的有什么猫腻？我的话让他们无言以对，这件事就此陷入了僵局。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堂经理没办法，只能去总行调取了于海明的劳动合同。我看了一眼，确认无误，对方的确是这家银行的员工。现在总行了吧？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你能还钱了吗？不能，你只能证明你跟银行是雇佣关系，你还得证明张康礼是我父亲，不然我凭什么要还钱？见我还是这副滚刀肉的模样，大堂经理忍不住了。警察同志，这名客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能不能让他离开？这是寻衅滋事。我是正常办理业务，不是违法犯罪。警察同志，银行是营业部门，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一没凶器，二没胡搅蛮缠，此事是他们的不专业导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确实，我无权干涉。你看看，你们银行一点都不专业，储户利益受到损坏，你们银行推脱责任，随便给我定了30万外债，不是我欠的，凭什么要我还钱？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的遗产继承首先要扣除欠债。那你证明啊，证明张康礼就是我爸，再证明这笔欠债是他本人确认借贷的，拿出证据来。看着两人迟迟拿不出证据，警察也失去了耐心。人家说的有道理，你们赶紧的，能拿出借贷证据就尽快结束。这样我们各退一步，人死了，债务不能消，你少还一点吧。还不了一点。另外，我对张康礼欠款30万表示怀疑，你们要是能拿出证据，我们还能够好好的谈谈。要是拿不出来，我想今天也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大堂经理见我油盐不进，气得脸都黑了。我看你就是故意为之。既然警察不管，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你拉入黑名单。这钱大不了我们银行不要了，但是从今往后，你在这家银行所有的账户都用不了，将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生活。到时候你可别过来找我们通融。你是在威胁我？林依晨冷哼一声，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我的话。我已经把刚刚的话全部都录下来了，现在就投诉。话音刚落，我就当着经理的面开始拨打电话，而他却毫不在意，甚至眼里满是鄙视。随便你去哪里投诉，就算你把行长请来也是一样的。欠债不还好意思打投诉电话？我可不会找你们行长，你们是一丘之貉，我要打你们的上级。听到此话，林依晨面色巨变，快步走过来就要抢走我的手机，而我则急忙躲到了警察身后。警察同志，他要抢我的东西，你要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要产生肢体接触和冲突。看着于海明和林依晨便秘的表情，我顺手打开了外放。你好，我要投诉安江银行花园分行职员于海明和大堂经理林依晨两人违规借贷，导致客户欠债30万，属于电信诈骗。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经理，您赶紧拦着他，这小子是要捅破大天去。稍后我会联系反诈中心，现在也已经报了警。反诈中心一旦接通，造成的后果会十分严重。电话那头的客服听到我的话，一时间也有些错愕。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他们，并且还播放了录音。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张先生，我这边会立刻反馈上去，最快24小时内给您答复。我现在就在银行大厅，你们加急加快处理。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是怎么忽悠一个老人家做了借贷，又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各种合同？30万借的贷内容具体是什么？业务是谁办理的？全部都要公开出来，否则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接着我又在家族群里发了消息，告知了他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不一会，30多号人就冲进了银行，其中还有我的律师堂哥。保安，赶紧拦住！别害怕，我又不是傻子，不会闹事，我们都是来办业务的。对，我们都是来办业务的，许浩赶紧排队。此时于海明脸都黑了，现在事情越闹越大，周围看热闹的全部都在拍视频。这下于海明才知道他捅了娄子了。你看，我们好好说还不行吗？你提供张康礼之前欠债的所有手续资料，能拿得出来吗？提供什么？你不是说张康礼不是你爸，为什么要向你提供？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照常进行业务办理就行了。没办法的于海明重新回到了柜台，而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硬币，一个一个的存，再一个一个取，就这么一个来回，花了他40分钟。在一旁的大堂经理火了，你是故意的。大堂经理对待客户就这么个态度，我正常办业务，你怎么能这样呢？正常办业务怎么就成了故意的了？银行服务态度不行，专业能力受限，我们给他打差评。打投诉电话一起打，就不能惯着他们。一个投诉电话，我就要被扣分扣工资。现在这么多，我还不如自己辞职算了。你们要好好的沟通去沟通，不要再激化矛盾。储户有要求，你就正儿八经的去给人家解决，人家要求你提供什么你就提供，不要再激化矛盾了。看看现在外面多少人了。听闻此言的经理往外一看，顿时傻眼了。小银行里挤满了人，甚至有人在门口开启了直播。这哥们好猛，这家银行是要好好查查了。上次我妈在这存了1万块钱，拎回来一条毛毯，我还诧异什么时候银行存钱还送礼品了，结果到期之后一问才知道哪是存款变成保险了。冷知识，只有大额存款才有东西，1、2万的能拎回来1、200的玩意儿，那都是保险。而且银行人还不告诉你，存钱的时候说的好听，等到你想取钱，那对不起，业务员不在了，你投诉的无门。这个大堂经理每次都拿鼻孔看人。
人，最差劲的。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银行门口，里面急匆匆走出一个人。他在看到我的时候，连忙迎了上来。张先生，我是花园分行的行长徐东，你有什么话尽可以跟我说。你说你是行长，就是行长了，这就是个诈骗银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这个是我的名片，你看这是我的职业资格证。那你现在找我有事吗？我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首先为我行的员工的不专业跟你道歉，其次你提出的要求可以跟我说说，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好说，这30万的欠债拿出证据来，我要看银行合规合法的所有流程证据，而不是你们的一言堂。于海明，你去借贷合同拿出来，林奕成你也是一样，贷款部门的相关资料都拿出来，包括张康礼之前在我们银行存在的所有资料都拿出来。面对上级的命令，两人不情不愿地转身去拿资料。你看我们配合了调查，能不能把投诉给取消了？上面的人已经来找我了，你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吧。其他的话都不用多说了，等到我看见事情解决之后才能撤下投诉，而这前提是你们的处理方式能够让我满意。没过一会儿，于海明还有贷款部门的人就来了，捧着一大堆的资料，我直接拿出一份借贷合同，说的是借款30万用来购买房产，这倒是让我觉得有些好笑。我爸都70多岁了，小老头平时除了钓鱼打牌以外，没有其他的爱好，怎么可能买房？合同上签字的明显不是他，我爸打小没读过什么书，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是这上面却写得十分工整。我又拿出了我爸平时写下的字条，你们看看，字迹不对，而且我记得办业务都是要面部识别的，你们有吗？于海明这次倒是知道不能撒谎了，只能硬着头皮摇摇头。也就是说，从头到尾，这份借贷合同的流程都是不合格的，是你们内部伪造的？不是，这是他同意的，只是程序上有点偏颇。我看着他狡辩的模样，笑出了声，接着指向贷款日期，2025年6月8日签署。可是6月1日，我爸身份证就弄丢了。当天我不仅去了报社登报挂失，还去了趟警局，这些都有记录的。更何况当时我爸摔了腿，在医院里急救，怎么可能有时间来这里贷款？此时听见我这样说，于海明的脸都绿了。没有想到我这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造假，怎么不说话了？你们贷款作假，是不是可以证明我爸的清白？这30万我是不用还了吧？这件事是我们的工作严重失误，我会将这30万的贷款取消的。不仅仅是取消，盗用我爸信息的人也必须要受到惩罚。这个单子是谁做的？是他说的，因为不合规，我特意还说了一句，可林经理说这是他的亲戚，让我赶紧给他下单。没办法，我只好……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老子怎么可能？如果不是你，我们怎么敢违规操作的？我还有通话记录，有证据的。原来是贼喊捉贼，怪不得你不愿意拿出证据来，宁愿跟我在这里浪费好几个小时，也要促成此事。感情你们银行出内鬼。听到我的话，行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银行上下已经开展了调查组，对于此事我们将保留起诉意见。但首先林奕成，你和于海明玩忽职守，故意作假套取资金，你们两人被开除了，后续责任将由法院来判。张先生，你看这样你满意吗？我还要你们贴出道歉信，保留1个月。道歉信？银行违规操作，让我父亲背负巨额欠款，害他心梗发作，抢救无效死亡。作为罪魁祸首，你们应当付出代价。法院该怎么判怎么判，但是道歉信你得给我，而且必须得贴满1个月，否则我就要带着花圈进来了。最终，行长徐东在直播镜头和围观群众的双重压力下，咬着牙答应了我的全部要求。张先生，我立刻安排拟定道歉信，保证内容详实诚恳，全是所有安江银行网点同步张贴，足足保留1个月，绝无半分敷衍。现在就你，我和我的律师家人都在这等着，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我确认，而且必须当场张贴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我会全程录像留存证据。行长脸色一黑，但也不敢反驳，只能吩咐秘书加急草拟。半小时后，一份打印好的道歉信被递了过来，我接过一看，怒火瞬间涌上心头。信里只是轻飘飘地提了一句，因内部流程疏忽给客户造成不便，对于违规伪造贷款合同的事绝口不提，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没出现过。徐行长，这就是你说的诚恳道歉。我父亲因为你们的违规操作，被莫名套上30万债务，活活气心梗去世。你们一句疏忽就想蒙混过关，这不是道歉，是公然挑衅。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银行存在明显侵权行为，道歉信必须明确事实，承认过错，承担责任。现在这份敷衍了事的东西，我们绝不接受。若不立即修改，我们将向银保监会升级投诉，同时追究银行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围观的群众瞬间炸开了锅，直播间弹幕也刷得密密麻麻。这道歉信也太没诚意了吧，明显是想逃避责任，支持小哥硬刚到底。徐东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只能赶紧让秘书重新修改。这次他不敢再含糊，把违规借贷的时间、伪造合同的经过、造成的严重后果都写得明明白白，最后盖上银行公章，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抓紧贴吧，我会随时过来检查。要是发现有任何网点撕毁、替换或者遮挡道歉信，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本以为事情能暂时推进，没想到3天后，我特意绕路去花园分行核查时，却发现公告栏上的道歉信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理财产品的宣传海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叫来了家人，大家快来看，银行言而无信，承诺贴1个月的道歉信，才3天就偷偷换掉，连基本信誉都没有的银行，你们还敢在这里存钱办业务吗？人群瞬间围了过来，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有人当场抱怨，我就说这家银行不靠谱，上次我们
妈来存钱，被忽悠买了保险，到期取不出来，投诉了好几次都没用。我之前办贷款，被他们乱收了好几千手续费，找他们理论还被兑了回来。行长闻讯匆匆赶过来，看到眼前这一幕，脸色瞬间煞白。张先生，这是个误会，肯定是员工操作失误，我马上让人重新贴上。误会，全是12个网点，我刚查了8个，有5个没贴，3个贴了又撕了，这叫操作失误。徐行长，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张海涛，你别得寸进尺，要不是你，我怎么会丢了工作，身败名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你违规伪造合同，勾结诈骗团伙，害我父亲丧命，现在居然还敢倒打一耙！什么叫勾结诈骗？那30万是你父亲自愿让我帮忙投资的，是你为了独吞遗产，故意找茬陷害我。堂哥立刻上前查看起了合同。林一成，你这谎言也太拙劣了！这份协议上的签字和之前银行提供的借贷合同签字如出一辙，都是字迹工整的仿冒签名，你还想狡辩？就在这时，几名身着警服的民警突然走进大厅，为首的正是之前处理此事的警长林义成。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伪造、诈骗、挪用资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不可能，你们没有证据，我是被冤枉的。那老头的身份信息我已经拿到了，你那边赶紧伪造贷款合同，钱到手后咱们5-5分。银行这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就说是我远房亲戚，没人会仔细查。原来警方早就顺着之前的线索展开了深入调查，通过调取银行监控、核查资金流向，破解林一成的通讯记录，不仅证实了他伪造我父亲借贷合同的事实，还意外发现他长期与境外诈骗团伙勾结，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贷款20余件，涉案金额高达800多万元。还有你于海明，你作为直接经办人，明知业务流程不合规，还协助林一成伪造材料隐瞒真相，同样涉嫌共同犯罪。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我错了，我是被林一成逼的。他说要是我不配合，就把我之前挪用客户存款的事情捅出去，我实在没办法才。在这之后，在堂哥的协助下，我代表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3个月后，一审判决，银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20万元。林一成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于海明因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银行罚款500万元，责令全面停业整改3个月。3个月后，银行整改完毕，重新开业，但早已不复往日的热闹。而我带着法院的判决书和银行的道歉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爸爸，那些害您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也不会有人被这家银行欺骗了，您在天上就安心吧。